现在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就是拉高一个层级去思考说，其实再生能源应该被我们当作是一种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战略，或者是能源自主的一个方向了呢？我们就从目前的这些危机来看，它其实不在于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到就是我够不够这一个原油，还有这个能源的这一个燃料源头是否能够供应我的这个需求，它也去到一个我是否有这个主控权，还有定价的这个权利。相对起一些国家，如果他们本身国内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也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再生能源的这个比例也相对的比较大的话，那其实他们会受到的冲击也相对的比较少。再生能源在很多企业里头来说，它也还算是一个奢侈品，或者是生意做得比较不错、有规模的企业，那是你的责任。我们其他人就觉得还好。它不是一个必需品。而今天呢，就来到第3阶段，就是今天的这个战争，让我们发现到其实能源它本身会让再生能源的这个定位重新再定位，它不再是 something good to have or luxury, it's something is a necessity。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要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也不要忘记来参与我们的民意调查。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简介栏里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你就点进去，你想要参加什么样子的活动，或者是你想要听到我们做些哪一些的主题呢，都可以在里面来告诉我们的。好，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局势是不断的升级，然后能源安全呢，现在它不仅仅是一个话题而已，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现实哦。它关乎到我们的不管是短期的供应，或者是油价的波动的问题，其实我相信它都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企业的生存呢，其实也都跟能源非常有关系。那么现在在中东它所发生的这个危机呢，它让我们更深一个层次的去思考说，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国家，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建立一个更加有韧性、更能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源体系。那么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呢，我们再重新去思考说，再生能源从单纯的气候减碳的目标，然后现在是不是要让它推向这个国家战略的必要性？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讨论的时期？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在面对能源短缺的问题，或是能源转型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更快加快自己的脚步，来进行更多的思考？不只是思考而已，那是不是更多的要去付诸行动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Plus Energy 的集团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许传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应该说是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你，传真。好，谢谢谢谢。很像每次我们只要遇到有特朗普发疯特别大的动作的时候，我承认我们私底下是说他发疯的时候，上次发疯的时候是那个关税的问题嘛，所以有请你过来这边跟我们做比较深的探讨。那这一次是因为中东的局势，然后这次真的是打到大家的痛处。对不对？没错，打到能源这件事情啊，所以好，那其实传真啊，我想说，今天呢，可能先请你来聊一下说，据你了解，这一次的中东局势对于整个全球的能源的供应链的冲击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很严重？那可能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呢，跟你们的体感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们每一天都是在这个能源这个行业上面去做观察哦，所以来跟我们形容一下，现在其实对于整个能源价格啊，还有供应链韧性啊，还有这个能源的供应方面，其实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如果目前看全球的话，因为主要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所以导致全球有不少国家其实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不只是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也包括了这一个物流的价格的上涨，甚至去到当地本身的这一个物流价格上涨，或者是比如说在于这一个construction industry 里头的这些，凡是会要用到这个原油
的基本上价格都非常的高。所以这个高我们都在知道，目前都去到大概是整马币6块到7块左右。对，所以我可以说的是，这个战争呢，其实导致这个连锁反应呢非常大。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是澳洲，或者是这一个缅甸，它就在比较东南亚的那一部嘛，或者是到日本这些高度就是需要还有依赖这个原油进口的国家，基本上在于他们原油的这一个或者能源的这一个储存 energy reserve 基本上都是非常不够的。所以为什么我才会知道有些国家基本上在可能上个月就已经开始有 work from home 的这一些机制，而刚好马来西亚也刚好不偏不倚，也好像是我们身为一个这个石油生产国，好像也牵扯在其中。对。那其实说到马来西亚的状况，可能有一些观众就会觉得说，我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是产油国啊，那我们需要依赖这个再生能源这么多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依赖我们自己本来的这种比较传统的能源的来源？但是其实我们有看到说，我们产的油很像是品质比较高，是专门给飞机用的嘛。那我们自己可能每一天生活当中需要用到的，比如说燃油，或者是我们汽车要用到的这一些，比如说 RON95，我们也是需要进口的。没错。马来西亚就如你说的，马来西亚我们产生的都是这个比较高端的这个原油，所以我们都是出口，而同时我们也是进口，就是比较普通的油。所以在于这一个就是有出口跟进口的过程中，刚好又遇到战争，所以马来西亚原本是还在一个平稳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过去在几个星期里头，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到我们首相也开始说，可能公务人员也开始就是要比较 work from home 之类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价格也都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据我所了解，很大可能性这个电费也有可能会有所微调，就是在下半年。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局势基本上都是在于马来西亚，我们也不完全是去到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在于能源这一块的这个国家。所以那怎么办呢？因为过去我们就在谈论说这个再生能源是不是只是为了实现 ESG 减碳的目标啊？现在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就是拉高一个层级去思考说，其实再生能源应该被我们当作是一种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战略，或者是能源自主的一个方向了呢？对，所以我们就从目前的这些危机来看，它其实不在于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到就是我够不够这一个原油，还有这个能源的这一个燃料的这一个源头是否能够供应我的这个需求，是它也去到一个我是否有这个主控权，还有定价的这个权利。所以基本上如果看回今天的话，的确因为在于相对起一些国家，如果他们本身国内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也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再生能源的这个比例也相对的比较大的话，那其实他们会受到的冲击也相对的比较少。所以就如刚刚艾森你说的，就是看回再生能源这一块，其实就唤醒了很多人的这个重新又在注目。因为我们在这一个COVID 之后呢，基本上大家都开始谈 ESG 嘛，所以过去我们在谈这再生能源，我们都是在于一个以环保更崇高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凡是只要是企业做得不错的，还是有钱人才来装太阳能，过去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你刚刚我们上一回谈到了，就是关税嘛，对，就开始全球开始，当他要把这个 ESG 还有让所有的企业都要有这个企业的这个社会价值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呢，那 ESG 也进来，那其实就是在于能源这一块还有环境这一块要如何做更好，也就透过这一个政策来让更多的企业要拥抱这一个新能源再生能源。所以因此呢，大家也开始为了企业的这个生存嘛，为了能够比如说我有 ESG， 我的这一个生意可能会更加好，我品牌可能会更加的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或者我可能我出口，我去到有那个入口关税的国家，是我的产品也可能比较好卖，这个就去到企业竞争性，或者我能够节能减碳，能够减低我的这个能源的这个费用的这一个也是开始去到一个以生存为主的这一个角度了，就是所以这是第二阶段，就开始很多企业开始会以这个角度去做。但是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再生能源在很多企业里头来说，它也还算是一个奢侈品，或者是
生意做得比较不错，有规模的企业，那是你的责任。我们其他人就觉得还好，它不是一个必需品。而今天呢，就来到第三阶段。对，第三阶段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战争，让我们发现到，其实能源它本身会让再生能源的这个定位重新再定位，它不再只是一个奢侈品，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不再是 something good to have or luxury, it's something is a necessity. OK， 所以这一个定位呢，我觉得也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一些分水岭。大家开始看的就是，那我要如何的让我的企业能够减少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外部的这一个冲击，尤其是在于价格还是能源，或者是去到我运作之内。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让这个奢侈品变成是必需品？过去这个奢侈品之所以它会是奢侈品，就是因为可能你要应用它，你前期投入的成本要比较高。但现在如果大家真的是不得不一定要去做的话，那我们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方式可以去拥有这个奢侈品呢？其实到了今天呢，我可以说的是，再生能源其实普遍性来说，它已经非常的能够大家都能够拥有了。OK， 怎么说？因为如果我们看回马来西亚，并不是那么遥远，不再遥远，它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就是在过去，尤其是在这一个COVID 之后到现在，疫情之后到现在呢，其实它已经走入了大家的生活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住家开始基本上都开始开 EV， 家里就是都是有太阳能板。比如说太阳能系统不再是一个非常陌生对于大家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了，没错，因为我们会有几个能够让它比较好的这一个点能够拥有的点，比如说目前价格也相对的比5年前、10年前来的比较低，虽然最近有一些涨幅在于这一个太阳能板的这一块，但是比起可能3年前到5年前还是相对的低。第二，银行都有很多这一些不同的贷款的计划说住家可能会有这一些zero interest rate 的这一个 credit card。5年你都可以供，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公司或者一些不同公司也是有给这个零头期，就是 zero capex model， 就是以你完全不需要拥有这一个资产，而我能够以相对比较便宜又比较干净的电来卖给你这个合约，签可能长达15年到20年的一个方式，来让你能够拥有这个再生能源，甚至是那个 renewable energy credit。所以这一些的这些经济的这些finance model， 基本上都让大家都能够更加能够拥有太阳能。而且也把这种新能源、再生能源也融入大家的生活里头。好，那说到这边呢，其实我们是不是也要来提醒大家，再生能源还有新能源的一些优势啊？包括了是我们看到说，像传统的这种所谓的集中式的电网啊，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是不是分布式的太阳能系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或者是这个电力供应中断的时候呢，它会能够提高比较高的一种系统的韧性？这是肯定的，因为传统能源就是在过去旧时代的这个能源，它全部都是集中式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个集中的这个独立发电站。然后比如说可能在距离我们这里是在一个30公里、50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是一个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就发电，然后发电之后就透过这一个高压电，然后运输到我们的家里还是到我们的建筑物里头。所以在传输电的过程中呢，它有几个点。第一，它非常的集中，所以如果这个集中的这一个单一式的这一个发电的这个源头，它有任何的故障跟问题的话，那就会有一个集中式，比如说的一个风险，它就会有中断的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运输过程中里头，其实电源的消耗还有这个损失会达到30%，其实它就有点像是比较耗电。对，所以在传输的过程，它就已经传输的过程，它会有这些耗损的这些电力。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去到了这一个我们叫做 decentralize，就是去中心化，去到分布式的方式，其实它能够让每一个社区，从一个社区到一间工厂，或者去到一间住家，都能够更有自主权。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嘛，今天这个能源的这个战争，其实它除了是在于供应源头不在，把它去到后面大家恐惧的那个最大的因素呢，其实在于我是否能够掌控我能源的这个来源，我是否能够主控我能源发电的这个自主权。所以如果今天分布式的话，它有点像是就是 liberalize the whole energy market， 就是让大家都更能够自主化，能够更加达到一定的这个独立性。因为我们能够自给自足嘛。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每天都盯着油价，然后心里就七上八下。对，那因为油价它的这个掌控它的价格，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它的定价也不在我们的手上。但是相比较之下，其实新能源的定价是不是比较可预测呢？那是肯定的。比如说这也是我们就是马来西亚为什么这么多从住家的这个个体，我们的百姓，或者是去到不同公司的这一些老板还是高管，他们都要用这个再生能源。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于，当我今天投资一个再生能源的时候，我就会有今天投资的这一个投资价格，我们就叫做CapEx，就是 Capital Investment，我们投的这个投期的这个价格。而我今天的价格呢，它基本上因为再生能源本身，它其实在后面的维修非常的少，而通常太阳能目前能够我们能够拿到这个 warranty period 也是一个25年到30年之久。换句话说呢，就是每一片太阳能板其实它本身的这个 life cycle 可以去到35年到40年之久。OK， 所以基本上你是前期的投入是多在金额，但是后面在维修是非常少的，因为它并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是会移动的这些零件，还是像是汽车有的这些 engine moving part， 所以你不太需要太高的维修，它维修相对的非常的低。对，所以可以说基本上你不需做太多东西，除了1年1次到2次的这一个维护，还是洗太阳能板，还是做检查就好了。所以呢，在于这一个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者以我个人这个消费的 P&L profit and loss 程度来看的话呢，我今天投入呢，它能够锁定我未来20年的这个能源的价格。因为我今天我就投了嘛，而太阳能基本上它的那个光照跟它那个产出不会相差太远，所以就变成我今天我的能源价格在我今天投了之后，在我之后能源的产出我都能够去做预设。当我能够做预设的话，就让我今天企业里头不可控的因素的更多的变少。因为我们说回来，企业今天最怕的是什么？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没错，尤其是在过去这1-2年里头，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也好，还是企业领袖也好，我们都面对了从国内国外，或者是可控或者不可控，有太多这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导致也许大家自从这个疫情开始到今天，也很难再做5年的这个 annual planning，或者是10年的 planning， 能够做一个3年都很不错了，就是因为太多不可控的外在因素。而今天这个新能源呢，它刚刚好呢，就在于它的这个价格还有经济的那个结构上，或者是以它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模式上呢，就刚刚好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家、更多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私人的这一些住家用户，都能够更好的把我今天这个电的价格给锁定。打个比方，我给个例子，如果今天我的这个电费是100千，我是一个企业的这个业主，那今天如果我50%都是源自于太阳能的话，比如说我这个100千，我就用回自己的太阳能源，我就从100千50% 是来自于太阳能，那我只需要给就是这个电费就是一个50千，那剩下的这个50千呢，基本上我今天我投入的钱呢，比如说它的能源价格可能是便宜一半，那我可能就是在于一个25千，就是在于我这个太阳能的一个电费嘛。OK， 那我可能25千我就能够锁定未来的20年。而今天当我国家的这个电费上涨的话，我50%的这个原本有的这个 operation cost，我并不会受到影响。我受到影响的也许只是剩下的50%，而我50%已经不会再被国际的市场跟原油任何东西有任何挂钩。去回住家更加容易的说，就是想象下，因为大多数住家如果装了太阳能系统，都可能够高达90%以上，你的电费都能够简化。那可能你一个月你只需要从500块，你只需要给一个50块。然后如果今天你又是开 EV 新能源车的话呢，那基本上油价再怎么飙也好，电费再怎么飙也好，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expenses，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消费，基本上都跟这些国际的油价都没有挂钩，都挂钩能够去到更少，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可控性更在，然后我们更加能够因为回到来做企业，我们都是要把不可控性能够把它转换成可控性，是，所以为什么再生能源都是一个最好的其中一个方案。是，传真，这一切都听起来非常美好，包括了像是
企业如果可以在未来的25年里面，对于自己的能源消耗或者是能源的费用这么说好了，都有掌控性的话，而且都能够很稳定的这样子在持续25年30年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但是其实是不是每一个行业都能够被造福到？因为我最近听到比较多的是建筑业，包括了因为我们像是现在柴油价格高涨，所以本来它的企业的利润啊，它可能它做一个建案，它有25%的利润，但是这个因为柴油价格暴涨的关系，所以呢，它现在的利润就完全被抵消了，它甚至还要亏钱，亏5%、10%啊。所以在建筑业方面，传真有没有办法，新能源他们应用新能源，能够让这个成本的这个风险更可控呢？对，在于建筑这方面，它其实就比较有趣，它当然也具有一些挑战。比如说，当今天我要做一个建筑，就是给一间建筑物，我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所以我2年时间，我该怎么投入一个再生能源还是储能系统？来取代我原本的像是那个发电机，或者就是我需要柴油来产生发电，还有螺里我要载洋灰要载货，对，没错，都必须要用到柴油。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比如说EV 的螺里呢？没错，所以在这里呢，就可以分成2个点来看。当然，这个目前我们本身有这样的一些概念，也有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于一个初期，可是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个会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当然，第一点，这是我们还没做，但是有其他公司做，就是在 EV truck 这一块。OK， 所以当然，我觉得 EV truck 这个肯定能够相对的降低很多这个对原油、柴油的这个风险。当然投资 EV truck 又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去回就是在于这个construction site 里头的这个电源的话，那其实用于这个储能系统，它能够相对的在某种状况下能够取代原油，所以我们本身也是有在就是在研发着，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可以租赁还是这样的一些储能系统，来给这一些建筑工业，他们可能可以就是从我们这边能够得到，就是不再依赖这个发电机或者是柴油的这个价格的冲击。所以这些是一些目前有的一些解决方法。是，尤其是马来西亚是一个阳光如此充沛的国家啊，我相信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办法。好。提到了这个储能的部分啊，就是其实之前我也有访问过另外一家企业，他们是专注在储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听了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遇到了特朗普再次发疯，开关引号发疯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应该说就是现在的中东的局势，现在战争的状况呢，导致我们的能源可能面临短缺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的公司，可能我们不是有工业用地啊，或者是我家里是住在 condo 我不是住在 land house 的这些人，那现在有一些技术是储能的技术，你在家里面可能你可以装一块很大的所谓的电池，然后来帮你节约能源，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企业可以参考的做法呢？没错，这些企业都能参考。当然如果是住在公寓的话，那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挑战。OK， 所以今天回到来那整个概念呢，就是我们看到有3个主要大的因素。所以在这个结构里头，我们就有太阳能，这是第一块，也是我们过去谈的最多的这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去到储能，就是我们或者英文就是叫做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BESS 简称 BESS 储能。第3个呢，其实就去到这个 Smar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智能操控的这一个软体。所以这3个呢，它其实需要结合在一起，而目前也刚好就是从去年年尾到今年呢，其实储能它有 AI 去到这个智能电网的那个控制，或者去到这个软体的控制呢，刚刚好也在一个我叫 sweet spot 冒起来。所以怎么看，就是这3个的角色，太阳能的角色主要是在于发电，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储能主要是在于储电。储电了之后呢，就是我为了在之后我能够根据那个建筑物在其他的时段，当没有太阳或者太阳比较弱的时候，我能够调动我所储的电力，在那个时候能够来发电，来达到可能省电的效果。
或者是一些储备的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效果在，所以这个是储能。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EMS 就是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这一块呢，它小会去到就是我们住家是工厂的这个 software， 大的去到整个国家的 Smart Grid 的这一块，所以它本身的功能就是在于那个智能的一个主管如何在你需要用电的时段呢，我把你太阳能所产的电在于你储存的里头呢，在适当的时候调出来用。所以它在于调电的这个过程里头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在于我们说 demand side 跟 supply side 就是供给的这一个的这个角度，还有这个需求的角度呢，它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体。所以当有了这3块呢，目前我们公司也是有就是提供像这样的这些技术，从一体到软体的这一块，它就能够让大家谈到再生能源的时候，不再是于我只有早上能够用，而是在于我如何能够在于有储能系统之后呢，我能够更加好的调电。所以有一些公司，主要是重工业公司在马来西亚，从去年7月1号之后呢，其实他们的这一个，只要他们是这个medium voltage income 的话，他们的这个 maximum demand 的这一个 charges 呢，都从过去37块调高到了97块，也就是说他们是从中午2点到晚上10点的期间呢，凡是那里如果有很高的这个用电的那一个记录的话呢，有任何的 spike 的话呢，国家电网都会 charge 他们一个97块，非常高，因为从37去到97嘛，大概有3倍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有非常多企业都跟我们这边就是要的这一个技术，就是我们能够在这8小时里头，从他们跟这个电网拿电，变成他们自己在这个 low peak period 来储电，在 peak period 来放电。所以在 peak period 放电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于消峰，就把那个最高的高峰给消掉，我们叫做 peak shaving。因为你在那个峰最高的峰值，你就把那个电全部都是由自己储到的能源来供给，那其实也能够达到省电的这个效果。所以就说的就是目前其实非常我们的新能源在马来西亚或者在全球也去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因为从住家我也可以有储能，我可能是周围停电的时候，那我本身我的家还有电的供给，在工厂我可能能够达到我刚刚说的更多能够省电，在于那个消峰能够在于 peak period 这个省钱的效果。去到国家呢，回到来马来西亚今天的这个能源，目前有30%都是来自于这个再生能源，里头当然有一半15%都是在于这个水力，然后11%是在于太阳能系统。而当今天太阳能系统的这个比例逐步上涨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储能系统，而国家电网也需要更加的 smart。它当然后面要去到了，比如说一些 AI 的技术，还是一些不同的这种软件的技术，来能够达到每一个地区哪里有高的这一个需求，哪里有高的这个电力，我如何存，我如何用，我如何调动。对，所以它是从住家到整个国家，它都能够有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肯定也是我们目前能源这一块非常大的一个革命。是。其实我感触我现在蛮有感触的地方，就是我跟你才一段时间没有见面而已，但其实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技术呢，已经发展了很多了。从我们之前就是直接太阳能直接接收直接用，到现在有储能系统，然后再到 AI 那我没有看到说，其实能源对于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文明能够进展到多快，就看我们的能源的运用。没错。能够到哪里嘛，对不对？所以你传真可不可以跟我们预告一下，接下来再生能源的发展还会有一个怎么样子令我们就是现在还想象不到的一个局面呢？我个人觉得基本上能源它的这一个发展的变动肯定会比科技像 AI 来得更加的慢，但是它来得更加的稳，因为它本身是去到在于基础设施。所以如果我看的话，那未来呢基本上会有3个阶段会发生。那第一个阶段呢，其实就会去到了就是在于这一个 decentralize 这一块，就是我如何把去中心化，把中心化能够去中心化，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去到了这个数字化。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如何把智能还有这个软件来控制能源的这个调动，
那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而第三块呢，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制度也跟着会来，比如说是否可能有一天马来西亚我们目前开始有一些像这样的政策了，就是我本身我今天数据中心，我本身我除了跟普通的电网电力公司拿电，我还能够买这个绿能，可能绿能本身是在于北部，在于吉打州，那我就透过这一个 virtual 的这一个电网的这个运输，我能够买就是在于吉打的这个比如说太阳能跟储能系统的这个电力，那我这个储能中心呢，我本身也能够达到比如说100%的绿能。因为有不少这个储能公司的这个数据中心，他们都必须有一个像这样一个 ESG 的目标，对。而也许在之后呢，它能够更加去到像于新加坡，你能够选择你这个电的供应商是谁，OK， 它可能不再是来自于一家，可能就连住在公寓的你也能够选择，就是今天我除了跟这个能源公司买，传统能源公司买，我没有屋顶嘛，但是我可能我附近有一间工厂还是一个 shopping mall 的屋顶有太阳能系统，那刚好那一个能源的这个发展商跟这个发电商，他本身也是卖电，那我就跟他买电。这个就刚好在新加坡就是有了一个结构，所以有可能在未来这一块会在马来西亚会发生。OK， 那么在太阳能板的这种能源转换的技术上面，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个跳跃式的成长呢？我觉得在太阳能板这一个呢，它比较去到是一个物理性，还有去到一个化学性的一个的这个进展。OK， 目前它本身还是一个循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一个进步，就可能说，可能在10年前，它的这个效率是在18%，今天我们能够22%、23%，对，它就是一步一步能够，我用的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小，对 ，OK， 对，但是我觉得关键点是在于太阳能本身，它的长处呢，就是只要你有空间，你就能够装。屋顶能够把就是没有价值的屋顶能够转换成一个有价值会发电的屋顶。当然它本身的短板也是在于它需要空间。对，所以但是目前这个不完全是一个短板，因为毕竟其实都有很多空间。所以我个人觉得接下来这个再生能源或者是去到新能源整个系统还有生态主要发展的主轴呢，将会在于储能，还有在于这个智能这个电力管理的这一块。了解，好。那其实你觉得我们在储能还有电力管理的这一件事情，这些事情上面呢，马来西亚做的怎么样子？我们马来西亚跟其他东协国家比较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具备哪一些优势吗？或者是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的短板？如果我看马来半岛的话呢，其实马来西亚的电网的稳定性非常的好。OK， 对，非常的稳健。然后当然我们也看了，可能相比起东南亚邻国，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电网或者是电线的这个排布都非常的整齐，对，所以目前的确在马来半岛会遇到就是停电的这个风险也相对的比较低。OK， 当然今天有了这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个电力基础设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在于接下来，比如说在于再生能源这一个实践还有落地要如何更加的能够加快。目前的政策都有。而目前是要如何在有这个政策底下呢？要如何能够让更多的这一个企业，或者是在于再生能源要在落地的这个过程中呢，要如何能够更加的强快，或者是目前其实在马来西亚再生能源界里头也挺卷的，对，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市场，所以它也很卷。所以当它很卷的状况下，当然有时候也会导致一些项目因为太卷，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利润。或者能够finance 的这一个bankability 不完全在，他们可能也会导致无法能够得到融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在于这整个方方面面都要达到一个平衡点，那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领域里头能够更加稳健的这个成长。OK，那既然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个再生能源呢，它必须要从以前我们把它当作是奢侈品，到现在我们要把它看待成是必需品啊。你觉得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说我们的政府它是不是应该要再采取哪一些步骤啊，让未来这个再生能源的行业能够永续的经营，来确保我们国家能源的能够
真的不，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战略而已，而这个是一个国家能源的充足与否，它跟这个国家的国力跟未来的永续是很有关系的，对吧？没错，因为一个国家只要今天在于这一个电网的这一个层次。我们有做再生能源，还是有做储能在电网还不够的，因为其实用电的很多都是来自于每一间住家或者每一间大的工厂，所以如果今天每一家企业都参与其中的话呢，那我们能够迈向这一个更稳健的一个能源系统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目标，它会更加的快。OK， 所以这个不单只是政府，不再只是在于电网、电力公司这一块，而是去到每一个大型企业，或者是去到可能我们每一个住家都必须一起迈进的。所以呢，在过程中，我个人觉得，的确可能在于一些福利上，可能是从于税的这一些优惠的这一些比如说的这一些像是 tax incentive， 我觉得的确它是会有帮助的，会鼓励企业没错往这个方向去走，没错，或者是可能去到个人住家。之前就是有一个叫 Solaris Program， 你可能就能够回扣一个4000块的现金，那非常好。可是你也需要有钱，是那可能政府能够考虑从个人的这个所得税里头资料，比如说像是我买笔电，我能够扣税，还是我家里有装太阳能系统，我能够扣税的一个角度来看。OK，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它其实都是一个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于政府的这一个宣传，还是在于这个电力的这个调动下，它该如何能够同时也鼓吹更多的这个企业或者住家，就是它是回到一个 carrying can 的状况下， OK， 可能电费适当的这个把支出给提出来。给挪后，因为我太多的支出在于电费，其实国家的这个经济结构还是补贴的这个问题也要被解决嘛。我要如何把这个补贴转换成能源的补贴？我觉得那个是关键。OK， 好，那如果我们回到企业的话，因为你刚才所说的不只是政府应该做，企业自己应该要去思考，没错。那企业又应该要做些什么呢，才能够来做到能源转型？我觉得企业目前其实也非常直接的一步，其实只要他们目前有去看自己的这一个能源的这个整个结构，它能够如何能够尽量的绿化。就是用新能源，就是太阳能这一块，还是在于储能系统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打个比方，我们目前其实也是有在跟这个这个马来西亚机场，就是这个第一机场那里就会建一个36兆瓦的这一个太阳能发电的这个站，还有45个兆瓦时，就是 megawatt hour 的这个 BESS 储能系统。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将会是在于自给自足。就是它将会提供这个能源来给这个马来西亚的机场第一机场来使用。OK，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马来西亚国家级的一个 case study。这也是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里头这个 EPC 来做的。所以我相信像这样的这些 case study， 还有之后它如何在于有了太阳能、有了储能系统，能够达到比如说它的这一个在于他们的这一个P&L 上面有所进步，能够让大家的 profitability 或者 OPEX 更低，因为今天什么东西要涨价嘛。如果太阳能基本上我今天投资能够让我的这个 expenses 消费能够降更低的话，那肯定是好。第二，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具有竞争力，你本身是绿能的这个公司，你在于出口还是你在品牌上都会有一定的达到这个不错的效果。第三，你能够就是刚才有提到了，就是我不只是降低我的这个 P&L expense， 同时我也能够把我的不可控性变成可控性。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除了从于 branding、positioning 到你的 P&L， 它都能够达到这一些好处。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挺直接的，因为目前也是有一定的这一个银行能够给予融资。提供 financing 的这一块，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也是有提供。就是你不需出任何钱，那我就提供电力给你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挺普及化了，就只是在于这个公司的高管的领导要如何做出那个决定。OK， 我觉得那个决定是非常关键的。了解。我想要补充提问的就是，你刚才有提到说太阳能发电站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最后跟我们讲一下？好，它这个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技术吗？还是说其实是
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技术，但是在于不同的是在于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有所提升。我们有个政策叫做 self consumption，self consumption 就是自给自足的这个policy。比如说我今天我的工厂我产生太阳能，它 self consumption 就是说我的所有产的太阳能呢，我都必须100%自己用。我不能够输出回去给电网。而过去呢，它有个极限。就是我最多我只能够达到我的 maximum demand 最高的一个限额。而在差不多算是去年年头吧，就已经把这个 cap 给拿掉了。所以今天要装多少都可以，只要你有装储能系统。所以我要100%完全用太阳能都可以。没错。所以当他把这一个限额给拿掉的话呢，那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进。第二点呢，这个大马的这个能源机构就是 Energy Commission， 他们也允许，如果你今天工厂的旁边还是你建筑旁边有一块地，你要做地面的太阳能发电站来供电给你自己用的话呢，就是 under self consumption regulation 也行。因为过去只能在屋顶，所以目前在地也行。所以为什么你就看我能够装一个太阳能发电站来供电给建筑物，而且这个是under就是自给自足 self consumption 的这个 policy 里头，这算是一个在于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跃进。看来我们的政府真的是有进步，而且我再也想不到其他比机场更好的地方啊！机场腹地这么大啊，它就是可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区。没错，如果就真的是希望这个 project 可以顺利可以成功，这样未来我们就可以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去把这样的成功经验给复制出来啊！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传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很希望可以再次的有机会再跟你聊关于新能源的事，因为我觉得每次跟你聊新能源呢，都会觉得哇，未来充满着希望啊。好，再次谢谢传真。那对，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传真的分享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